美股昨天出现大幅的低开，大部分个股最终也是收跌的。借此机会，英伟达出现难得回调，什么时候可以加仓买进呢？特斯拉低点变盘，现在能否抄底进场？苹果接连2天明显上涨，我们继续看涨。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7，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的盘前美股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 K 线变盘分析和空间的支撑压力位分析。第二部分会讲特斯拉、英伟达的专项技术面报告。第三部分会讲解以下个股的行情快报，分别是高通、PL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 和谷歌等个股的技术面分析。以上内容呢会比较多，阿哲呢会花费较长的时间来讲解本期视频，所以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对于长视频观看相对不是很熟悉，那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下方播放键按钮旁边的三角，而在这个三角当中有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可以观看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此能够解决您的一些顾虑。如果您是老同学，还是希望您能够从头到尾完整的观看本期视频。很感谢老同学照常的支持。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阿哲会讲一下 K 线的分析，当下如何用 K 线只看蜡烛图分析目前的美股行情。通过今天的行情视频封面，你会知道阿哲的观点是目前的美股大概率会出现小反弹，那么甚至呢，如果多方强势，甚至能够持续的上涨。这里我们要讲一下第一个观点，关于目前你所看到的蜡烛图表当中出现的文字，一个叫负线，一个叫 IR K 线，这是今天要讲到的第一部分2种 K 线的使用。关于负线我们讲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就简单的带过。所谓的负线是乌云盖顶的形态，一根阴线，高点创出左边阳线新高，但是收盘却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甚至是把它全都吃掉。那像你之前所看到的这一天和这一天都是负线，而股价后续也确实有风险释放。最近这一天出现之后，也确实产生了连续几天的创新低，也形成了调整。而关于负线的出现，不一定每次都是下跌的，比如说这一次股价后续就是上涨，甚至呢是短线大幅的跳空上涨。所以在最近的几期视频当中，我们都有讲到负线的知识点，怎么去判断后续能够继续看涨，还是依旧处于风险当中。我们需要关注负线的后一根 K 线，在负线之后第二天的 K 线为 XK 线， X 的高点能否被突破，作为我们是否去再次买进短线看涨的依据。那像前期这里是负线，而后 X 高点突破继续看涨，这里是负线，这里为 X 突破可以看涨，负线后为 X 突破依旧看涨，包括前期这里也是负线，而后高点突破可以看涨。那么在最近负线组合后，你会发现并没有去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所以当前的负线告诉我们还不是一个多头重新回归的日子。而在突破 XK 线高点之前，阿德对于后续任何的上涨都以反弹来看待，因为空间比较小，所以呢，阿德认为哪怕有上涨也只是小反弹，除非能够突破 XK 线的高点，那么才有机会走出持续的上涨。这也是对于封面的小反弹做了一个解释。那为什么阿哲会认为这一天开始后会有反弹？昨天市场当中因为 CPI 数据的原因大幅的低开，但是我们会发现低开之后基本就是盘中的低点附近，而后全天缓慢震荡的上涨，这是昨天分时之中你可以去发现的。对于这种大幅低开而后上涨的 K 线，它出现一种特殊形态，叫做 IR 模型。这个模型来自于传奇交易员拉瑞·威廉姆斯先生，在他的交易手册当中特别关注这种大幅低开而后收阳的一根 K 线。那这种 K 线往往后续意味着短线有多方的进场，或者说短线有多方多头的机会。因为关于 IR 模型不是阿哲所去观察到的，所去日常使用的，因此呢，阿哲想要去测试一下它的效果，阿哲呢就把它作为一个模型在市场当中去测试，去回溯这个信号。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 IR 模型它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阿哲略有增加，让它变得更加严格，更加有效。第一个条件，我们需要看到股价是处于下跌当中，2号 K 线它的收盘价要比1号 K 线的收盘降低，也就是说1和2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下跌的。第二个条件，3号 K 线它的开盘价，注意了是开盘价，开盘价要比2号 K 线的最低价都还要低，也就是说在开盘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跳空行为。第三个条件是3号 K 线的收盘价要比2号 K 线的最低价
升高了。也就是说，它一个大幅跳空，相对跳空之后，盘中有上涨，收盘在昨天最低价之上，构成这个结构就属于 IR 模型。那我们将这一个模型定义为日内的砸盘。很多时候，为什么这里会说 IR？ 就是很多人以为这里是下跌的，当出现这种 K 线之后，在低开之后立马去割肉，或立马卖出，或看空，但盘中却回升，后续甚至可能会上升，甚至是个低点。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种 K 线后续的走势会拍大腿，会喊出 IR 这样的一个语气。所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IR 模型。而关于这个模型的测试，阿哲呢选取了纳斯达克指数的数据，从2019年到现在3天内上涨的概率，数据显示是 66.6%。 因为这是个短线的砸盘行为，所以我们一般呢把握短线机会就看3天。3天内它上涨的概率是 66.6%， 平均上涨呢是 0.87。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最大的一个涨幅是 2.80， 而相对也不是说没亏损，它也有失败的 33.33%， 而这种失败的时候负的 0.79， 这就是它这个数据在纳斯达克指数19年到现在的表现。阿哲呢也试了一下，拿纳斯达克指数10年的数据去跑，以及呢全部的数据去跑，基本上它的一个上涨概率3天内都能够达到 60% 以上。只是呢，在19年以来，数据呢会变得更好一点，大概是多出了4-5个点的成功率。所以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和去这个回溯，我们知道出现 IR 模型在纳指上，在美股上，你有60%左右的概率能够把握到短线的上涨。那么我们知道传统指标的信号确认，哪怕用到极致，也基本不会超过 45%。所以这种 K 线信号在当前的美股市场出现，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概率，或者说很大的希望，期待它后续会有反弹产生。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对于这种 K 线其实不难寻找，我们只要找到一根低开高走的 K 线，你就有概率找到这样的 IR 模型。像最近这一天为什么叫 IR 模型？我们看到昨天它是否是收盘在降低，它昨天是下跌的，昨天下跌之后，这一天的阳线开盘价比昨天的最低价低了，收盘价收在昨天的最低价之上，所以它是一个 IR 模型。那么之前有出现过吗？像这一天是否也是 IR 模型？价格的开盘价在昨天阴线的最低价之下，而后它的收盘价在阴线的最低价之上，它也是 IR 模型。像这一天它是否也是大幅的低开，而后收涨，最后收到了阴线的低点之上，所以这一天是 IR 模型，这里也是 IR， 这里它也是 IR。那么像这两根就不是了，因为它们并没有收涨到昨天阴线低点之上，所以它们不是。在这一轮震荡行情当中，前方2次出现的 IR 模型都是上涨，都是低点，那么本次是否也会是个低点呢？对于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它后续3天内能否出现如期的上涨。当然，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说100%能够上涨，我们知道还有 33.3% 的概率3天内它其实有下跌的，而且跌幅呢也不小。那么如果在这一天开始我们去做多，或者说去做短线反弹，那么在短线仓位上你应该设置一个有效的止损位、防守位。在稍后的技术分析空间点位计算当中，阿哲会给到大家一个防守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指数的变盘点位分析。下方的 BBD 指标我们曾经呢多次在个股的讲解当中有用到，那么它其实对于指数也能够去提供一些帮助和研判。怎么去看到它的资金变盘呢？当股价出现下跌时，只要是下穿，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一天所对应的 K 线它容易是低点变盘，股价上涨后下跌，而跌到这里一天大跌，见到低点开始反弹，是否是一个低点变盘？而价格在上涨当中如果出现了上穿，我们也认为是上涨当中的变盘点，它容易呢是一个高点变盘，但假如股价能够去突破它，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它将会延续上涨。而像近期你所看到的变盘点，比如说像这一天的下穿，它是否为低点变盘？目前并没有去跌破它，而它的高点也有所压力，没有被有效的突破。包括这一天股价上涨的上穿，底下的资金轴是否出现了零轴的上穿？那么上穿这一天它也作为关键的变盘 K 线，而这一天的高点是否也是短线高点？那么在最近价格从复线后产生了下跌，下跌的最后一根 K 线，我们所说的 IR 模型的这一根 K 线，它的底下其实也发生了最新的往下击穿强弱零轴的变化，所以股价上穿下穿为变盘。那么这一天资金下穿了零轴，那我们认为价格从高点回调到这里，它应该是一个低点变盘的信号。而低点变盘
这里将容易产生机会。价格只要不出现收盘把它的低点击穿，那我们认为从这里开始可以认为是一个低点变盘的点位。而如果能够快速把它的高点能够去升穿去突破，那么这里将会更加确认它的低点变盘有效，否则这里暂时只看为一个支撑。以上就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 K 线和变盘点位的解析。听到这里，如果对您有所帮助，您有所收获，老同学可不要忘记日常点赞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点赞之后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的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在下方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点击订阅之后，那么这一个位置会显示已订阅，再点击全部的铃铛通知。那未来阿哲频道所有的消息、所有的视频直播都会第一时间内通知到你。希望我们在阿哲讲技术频道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赢在美股，在美股市场持续的盈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空间技术点位的计算和分析。这一部分内容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发表在 Telegram 当中的一条短信提醒。只要您是新订阅观众，至少呢会有半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接收到这条短信。现在我们看一下信息的主要内容。这是一条2月12号在香港时间4点33分所发布的信息盘前解析。一般第一部分阿哲会讲到目前自己的观点。阿哲认为纳指没有突破 XK 线的高点，所以应该继续去观望。而又因为市场迎接满月变盘，所以容易是下行。目前是美股的一个风险区域，短线做多要小心。这是阿哲昨天最新的观点。而下方一般阿哲会放上纳指和特斯拉日内的技术点位预测，一个是高点，一个是低点。这个高低点不是说一定会达到某一个价位，指的是在这个高点上有压力，低点有支撑。如果纳斯达克指数多头强势，一般收盘会突破这个高点，空头强势一般会跌破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右侧的图表，在右侧的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通过昨天价格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空头开盘很强势，直接大幅低开，跌破了预测低点。但是跌破之后立马回升，盘中一度上涨。但你会发现最后哪怕收盘它也没有去突破上方的预测高点，仅差几个点才能突破，而后冲高回落，这就是一个支撑和压力的表现。我们看到图表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的提醒，像图表当中这一些绿色和红色，阿哲称为红绿灯。当价格出现绿灯时，意味着当天股价收盘突破预测高点，多头强势。而如果是红灯，说明当天股价收盘跌破预测低点，是空方转强，是风险。那么有关于每天的日内预测高点和低点、支撑和压力点位，那么阿哲呢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公布。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点位，周四的预测低点是 19532.72。那么价格在这一根低开高走阳线挨压模型出现之后，我们去看涨。但是你不能够盲目的做多，我们需要设置一个短线博弈反弹的支撑或者说防守位。那么这个价位呢，就是周四的预测低点。如果周四收盘把它给跌破了，那么说明这个位置空方还是保持强势，就要小心了，它会出现红灯 K 线。所以只要周四不跌破这个价位，那么价格不管是回落还是上涨，我们依旧保持目前的观点，这个位置将是一个短线低点，后续容易迎接小反弹，而小反弹的产生能否去突破 XK 线的高点，将是后续关注的一个动能结果。以上内容就是阿哲对纳斯达克指数分析的一个结果，当下市场亦有小反弹，但是最后的力度要关注 XK 线高点能否突破。听到这里，阿哲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新订阅的观众，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您可能在订阅之后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这些点位。今天的告诉你了，那明天那下周的呢？所以如果您想要时刻每天盘前得到这个点位以及一些阿哲日常及时的观点，您在订阅之后，那么阿哲呢教大家怎么去领取到这重福利。可以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您可以点开置顶链接，在置顶链接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点开那条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了。而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请大家向助教老师发送一个口令，或者说我们的暗号，你可以发一个盘前2个字，发送之后助教老师收到，他会知道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并且您需要每天的盘前消息，他将会在每天阿哲发布之后提醒到你。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的技术面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时间分析。
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到一个6个6的窗口会产生中期的变盘点，那么以此呢，我们得到在本周周三的时候，市场会来到一个变盘点附近。那关于这个变盘点的使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阿哲讲的呢比较详细。本期视频呢就简单带过。所谓6的窗口会产生变盘点，是从前期的这个低点以来，阿哲发现了一个规律和周期。市场每到一个6的窗口容易产生中期的变盘点，你会发现在特斯拉所重要的高低点附近其实都是6的窗口前后，这是6的窗口第一种使用技巧。那么关于第二条是，如果1到6的窗口之间运行时有出现加速，那么变盘点呢会增加，或者说变盘点呢会提前。比如说价格在6的窗口的位置会产生中期变盘点，那假如在1到6的运行当中，你会发现1到3和4之间是产生了加速，有单边的上涨，那么这时候变盘点会增加，增加的变盘点一般会落到3和4之间。那像前期这里这个位置是1的窗口，1的窗口到6的窗口中间，你会发现有一个加速的下跌行为，下跌当中有一个跳空缺口，有明显的加速，而后股价的运动就产生多了一个变盘点，在3和4之间出现了一个中期变盘点，包括在这一个1以及到这个6之间也是如此，价格的上涨出现了加速，明显的大阳，明显的跳空，那么这之中呢就产生多了一个变盘点，就是3和4之间产生了变盘。而最近也是如此，价格在下跌途中很明显，这个1的位置和到4的位置是不是产生了加速的下跌行为？那么加速下跌，按照之前的规律和周期来看，它的变盘点将容易落在3和4的周期，而3后还在下跌，而到4的位置，我们认为将容易产生中期变盘点。所以按照目前的时间预测来说，特斯拉来到了重要的关口附近。但这里要提醒一句，在时间遇到了低点变盘或高点变盘之后，一般我们需要有所确认。比如说像前期到达了高点变盘附近，后续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确认高点变盘有效。那么现在股价如果下跌，你要去确认下跌的变盘有效。像前期这里股价出现了明显下跌，在4的窗口这里怎么确认的低点变盘有效呢？是一个明显的上涨行为。而当前的特斯拉虽然也来到了变盘点，但只是一根小小的阳线，还不是一个明确的确认信号，所以目前我们需要等待价格出现一个明确的上涨，来确定这里是一个低点变盘。接下来我们看到空间预测方面，在空间上，我们上期视频给到了3个点位：341.46、324.24、306.34。而特斯拉最近的下跌当中，最长的这根阴线，也就是周二的 K 线，它的低点应该是在325附近，如果阿哲没有记错的话，离324呢差了$1左右。那么目前的股价离空间价位较近，受到了支撑，而后产生了反弹，出现了一根阳线。那这根阳线是否能够确定是支撑有效的止跌呢？阿哲认为还不行，因为这根阳线是冲高回落的，它的意义呢有所降低。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多方走强的信号，而股价冲高回落遇到341.46，并且是尾盘突然之间的跳水，所以这根阳线它的多头确认信号不强烈。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点位和手法，股价如果能够收盘突破前方这根阴线它的高点，那么阿哲认为这里的低点变盘将会确认，而在此之前它还不能够有效的确认。当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能够突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的时候，则说明时间和空间都是低点的变盘确认，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抄底买进。而这一笔抄底买进的点位，它的止损就是324.24，这是我们此处再重新制定了一次特斯拉交易。之前在这里中期低点我们认为可以去抄底，但可惜呢没有上涨，而后下跌破位去止损。在连续下跌之后，到了这个点位，阿哲认为又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重要点位。那么这里一旦突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那我们认为价格应该给到一次抄底买进的时机。这也是阿哲在特斯拉上最新的交易策略，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和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分析，来看一下短线上资金和动能有什么看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上方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近期的特斯拉在下跌当中是连续多次的红灯产生，
那么红灯就是日内预测的低点被跌破了，这是要小心的。而其中呢也出现过2次的绿灯，而这种绿灯呢属于在下跌途中多方的突然走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骗线行为。当时我们有说过这2个买点如何去规避，它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一个不能买进的原因，它是一根阴线，阴线不能随便买进。而这一天为什么不能买进？因为它前方有一个缺口，在缺口之后哪怕出现绿灯，它可能也是个假现象，因为缺口的压力在这里体现，多方虽然强势，但是空方更强，所以在高点红灯后的下跌，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动能的买进机会。包括昨天的这根阳线，它也不是绿灯 K 线，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确定一下何时会产生一根绿灯 K 线。我们把图表放大，给大家一个点位的参考。周四当天特斯拉预测的高点是 350.095， 这个价位如果收盘能够突破，将会产生一个绿灯 K 线。下跌，特别是单边下跌当中，如果有一根相对强势的阳线，并且是绿灯 K 线，那么哪怕没有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阿哲认为可以在左侧去买进一笔作为试错仓位。而我们看一下前方下跌以来，虽然在动能上还没有出现绿灯，但是在资金上却出现了连续流出的首根流进。我们说首根流进 K 线，它也容易是关键 K 线，如果股价能够突破它的高点，也同样可以作为买进的信号。像前方价格下跌，资金流出的时候，下穿的这一天 K 线为低点变盘，但是它的低点被快速的跌破，而不能够回归，反而产生压力，所以这里延续下跌的提醒很明确。而下跌途中连续流出首根流进是它的低点也被跌破，它的高点也没突破，所以股价特斯拉本次一路的下跌，一直的下跌，止都止不住。那么跌到这里，走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又是一根关键 K 线，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它的高点理应被突破，而且最好是实体阳线突破，千万不要是10日星或高开低走的阴线突破。以上就是特斯拉空间、时间、资金、动能4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前期股价下跌时，阿哲呢给到了一个支撑位是116，价格下跌而后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有2个空间价位要注意了，一个是 130.75， 它呢是前方左侧高点阴线的区间上沿，而后还有一个就是阴线区间的中轴 126.87， 价格目前连续的阳线突破了这个上沿，而后出现2天略微的回调，而这2天都是假阳线。目前假阳线出现回落之后没有跌破 130.75， 它的回调当前也还算是强势的，但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再次止跌启动的信号，所以加仓点位还不明确。但我们知道 130.75 目前没跌破，如果在未跌破 130.75 之前出现了收阳突破假阳的高点，我们依旧可以认为它的止跌是有效的，股价的调整到这里可以去博弈再次的启动机会，再次的去向上去试探 136.98 的压力。当然了，如果这里没有去突破，反而继续的下跌，你就要看一下在 126.87 这个位置会否出现止跌而后启动买入的机会。这是关于英伟达空间上的支撑点位如何去使用，我们以此呢去观察在哪里能够止跌产生加仓机会。目前的英伟达依旧是领涨的地位，依旧呢是强势的行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从动能上看，之前的价格从低位出现了连续的上涨，而其中呢有多次出现了绿灯 K 线，但在这一根最后的高点为绿灯 K 线之后，价格产生了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要小心，在回落过程当中要小心红灯的产生，因为股价在上涨时遇到红灯往往就是风险，一旦有红灯出现，它可能就预示着空方又再次占领了优势，我们当前要小心红灯的出现。所以这里呢，阿哲把今天容易产生红灯的点位告诉大家，也就是周四英伟达日内预测低点，这个点位是 128.53，当价格走势今天的下跌或调整，它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就还不是红灯，而如果出现了红灯就要小心由多转空，而只要每天的调整它不出现红灯，那么这种调整就还属于可控的范围，多头就还是强势的，空头就还没有再次的反转。而我们再看到资金层面，价格上涨，资金流进，
但是在最近出现了一根流出 K 线，连续的流进后的流出也是关键 K 线，跟前面一样，连续流出后的流进，这一天出现了低点，而后突破，产生了延续的上涨。那目前上涨后出现了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出现首根流出 K 线，它也是关键的低点支撑。如果这一天的低点被收盘所有效跌破，那么下一个变盘点就要看到资金下穿零轴的低点变盘。所以希望这一天的最低点能够有支撑，不跌破。那么英伟达的调整到此就依旧是强势的，一旦启动将会再有一个买点。以上是第二部分特斯拉、英伟达的专题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关于以下个股：高通、皮尔 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的行情快报。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两个层面去进行短线的个股分析。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只个股高通，当下我们所看到是高通的日线图表，在股价上涨后出现了震荡行情，它整体呢是一个震荡的区间，有点往下的震荡下跌。那么在 K 线上，我们看到昨天的 K 线是一个红灯 K 线，也就是说昨天高通日内预测的短线低点已经被跌破。这里要注意的是，短线高通空头开始占优。从资金层面来看，价格从高位出现回落，而资金呢是流出的。哪一天是下穿 K 线？是这一天，它的低点当前没有被有效的跌破。阿哲把这个痕迹清除一下，更加干净，容易看到一些。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而后它的低点到目前为止没有被跌破，而它的高点呢也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所以高通整体还是震荡的。在震荡行情下，这里要小心出现一根收盘价有效跌破高通前方变盘低点的 K 线，一旦出现，这里将意味着还有下跌产生。而如果这里并没有出现一根有效的跌破，那么这种红灯 K 线在震荡行情当中，往往空头力量不足，它一旦出现反而容易见到低点。所以你会发现在震荡的市场当中，出现绿灯时一般容易出现震荡高点，出现红灯时震荡低点，绿灯时震荡高点，红灯时如果依旧维持震荡，那么这一天它很容易又是一个震荡低点。而如果这一天不是震荡低点，反而再次出现红灯或下跌，把前面低点跌破，那么这里将说明空方有点强势，会摆脱这个高位的震荡区间，将容易向下行走。所以这是目前高通所要小心的。昨天出现了一根红灯 K 线。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PLTR。PLTR 最近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的，一直的上涨，一直呢资金也在零轴之上，表示为强势区。那么我们看到动能 K 线，前面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我们说当这个红绿灯频繁转换时，它容易是变盘点。像最近又来了绿灯红灯绿灯，当这个红绿灯频繁转换时，说明它目前的多空是徘徊的，是不确定的，它容易是一个变盘点。所以在红绿灯的连续转换之后，下一根 K 线它对于短线有预知性。如果在红绿灯这种交集出现连续3天产生之后，下一根是冲高回落或者说是下跌的 K 线，一般预示后续的行情整体应该是空方走强，或者说整体应该是看跌的。所以你会看到最近3天虽然没有明显的下跌，但整体呢是震荡的。而我们看到最近又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当前又进入到了一个多空徘徊并没有明确方向的点位。所以在今天周四 PLTR 将是一个关注点。如果今天价格能够收涨，最好是上涨阳线，那么将意味着短线依旧可以看涨。如果收跌，则说明接下来最好它也可能是震荡，而比较坏的就是下跌行情。虽然这一个变盘点的判断不是100%的，但是它的概率性还是蛮大的。所以阿哲呢，很多时候会关注这种连续红绿灯转换的行情。相对好的一点是，目前的绿灯是比红灯的频率要高的。绿灯说明多方比较强，所以当前的绿灯比红灯多，所以多方比空方还是要略强一些。假如您是PLTR相对买进较长时间，或者说您做的不是短线而是波段，那这里呢，阿哲也可以认为您可以把前方的这一根阳线实体大阳作为防守位，它不跌破这个实体大阳，那么整体来讲都是短线的调整。对于波段行情，阿哲认为问题不大，不会影响到它的上涨走势。而假如有一天 PLTR 把这一根阳线给跌破，那么从目前来讲将会破坏一个波段的良好上行，那么就是一个波段应该止盈的点位了。在资金层面，短线可以看到这根 K 线，
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所以它的低点可以作为短线的关注对象。它的高点当前略微被突破，但只是略微，所以不是有效突破。目前皮尔 TR 关注的就是短线的这一天以及波段的这一天两个低点作为防守。至于说是否能够看到买点，那么这里的买点只有追涨。如果今天继续收一根上涨阳线，最好是不错实体的，能够突破我们这一个短线关注点的高点之上，那么可以去做皮尔 TR 的追涨行情。只是走到这里，它的风险性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只能算是一个右侧激进的追涨买点，要小心，要设置好止损。而如果今天是收跌的，那么肯定呢就不存在买点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相对就偏弱很多了，价格在见到 242.52 之后出现了下跌，下跌途中呢，资金的表现是有下穿的，哪一天是下穿？这一天是下穿。资金出现了下穿的 K 线，那么下穿这一天我们说有可能是调整的低点变盘，但可惜它的低点被快速的跌破，而且应该是有效的，因为它是一个跳空低开低走的跌破。那么跌破之后，目前有点想要再次创新低的感觉，有点重心持续下移。在低点变盘 K 线的破位之后，目前我们就要关注连续流出之后何时会出现首根的流进 K 线。连续流出首根流进 K 线是关注对象，这一天的低点和高点也可以作为支撑压力，跌破是风险，突破是机会，目前还没出现，并且红绿灯显示当前是红灯，那么它目前是空方占优，资金和动能 K 线都没有表现出买进或止跌的迹象，就还要继续去关注，继续跟踪。那么这里阿哲给大家去讲一下亚马逊周四的预测高点，它的压力。今天如果亚马逊的收盘价能够收在 230.055 之上，你会看到一根绿灯 K 线，而绿灯 K 线可以作为多头在动能上首次的转强。一般出现绿灯 K 线，正常下方是有机会能够出现一个转绿的流进的。当然了，这里只是有几率，不一定100%，因为看到前面这里它也是绿灯，但是它没有流进，所以这里呢，我们先看到价格上能不能先转强，再看到资金上能不能够由流出变流进。现在的亚马逊还是有点偏弱了。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在前面出现了一根负阴线之后，它也没有出现买点。我们说负阴线的观察是最近你一定要去学会的，因为很多个股都产生了。这一天是负阴线，而后 XK 线在这里，高点并没有去突破。那么高点没突破，说明这一个负线的风险就还在。那么还在的风险，你短线就要小心，应该还处于观望的角度，不要随便因为一根长下影线就去买进，这是一点。我们再看到资金层面，价格出现了一个上涨然后回落，这里有出现上穿和下穿吗？是没有的，因为呢，看到左边这个数字，它只要是负数，就是说明在水下，而它目前没有变正数，说明还没有上穿。那么关键 K 线就是由连续的流进转为流出的这一天。它的低点目前是没有被跌破，但高点也没有突破，方向性是不明确的。在资金角度上看，它要么向上突破，而突破这个价位刚好也突破了 XK 线，那么肯定就可以作为一个短线再次看多的点位。假如不突破，那么在此之下，我们就尽可能的少出手，少看多台积电。这是在短线上台积电的动能和资金分析。现在我们看到苹果的话，在最近有所异动，资金层面上表现为流进，价格出现了连续上涨。如果您是老同学，还记得上期视频阿哲对于苹果的观点，应该知道价格上涨回落。上期视频阿哲有说到，低点没创新低，就有可能是一个回调。那怎么看待市场是回调，还容易是继续下跌？我们看一下资金的回落，它下穿的那一天，很明显这一天出现了下穿，而这一天就是在我们上期视频的当天，所以当时阿哲讲过，你要关注这一天会不会是苹果的低点变盘，而我们看到下一个交易日立马是仿包阳线，那么它就构成了买点。所以当前的苹果呢是上涨回调低点变盘后的一个突破买进时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方的缺口上沿处，当前已经站上，而且站上了实体一半，还是一根不错的阳线。所以目前对于这个缺口应该已经完全的消化完，价格后续以前方这根阴线的低点缺口的上沿作为防守位或作为持股点，只要回落它不去跌破，我们就依旧看涨。如果它不回落持续上涨，那么就依旧看涨，直到前方关头阴线的高点附近
我们才认为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在此之前去看反弹，在突破关头阴的高点之后，我们去看反转。现在我们来看到 MSTR， 在之前我们给过一个买点，设置了一个交易的信号，因为它前期这里是下穿，所以它是一个关键低点变盘 K 线，而后呢价格连续流出后的流进是它，所以它呢也是一根关键 K 线，刚好这两根 K 线它的高点就在这里，基本是共振的。那么之前我们说过，你应该等待一根收盘价账上的 K 线去买进，而 MSTR 呢一直没有，所以一直震荡，一直的观望。最近的股价走势也是比较弱，短线出现了下跌反弹再创新低，而昨天是一根阳线低开高走，相对走势应该算是强过于很多普通的个股。那么这里它可以做一个买点嘛，这个位置去买进相对也是左侧比较风险的博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两根 K 线，这两根 K 线是防守阴线，那么很久阿哲都没有讲了，防守阴线的买点还记得吗？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突破之后你可以作为一笔买进的策略，然后再往上去突破，再做一次加仓的策略。如果防守阴线的高点不能突破，那么就先不要再去动手。所以当前的买点增加多一个防守阴线，而在下方支阴上其实没有太多新的一个信号，我们依旧关注这2天的 K 线。前方低点变盘当下也不是有效跌破，这里跌破一天立马的回归，所以这个低点变盘依旧有效，只是它是一个震荡形成的低点。而后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同样也是比较强势的，和 PLTR 有的一比啊，甚至呢更强，它应该连续的上涨了有18、19个交易日，价格出现连续上涨，但是资金呢还是保持在一个流出的状态，并且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天的绿灯之后，后续的走势是没有红灯没有绿灯的。所以假设呢从底位我们看到有一个红灯绿灯红灯，然后价格走出了一个假阳线，而后价格走出了一个假阴线的上涨，所以这一个变盘我们是后续看涨，再加上后面的连续绿灯连续看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红灯，所以你就会发现 Meta 的多头是多么强势，它要么是惯性上涨，要么是多头强势突破日内的压力，但是它没有一天是跌破了日内的预测低点的，所以走到这里它依旧维持在一个多头看涨的范围，但这个多头已经不太敢去持续的流进或者说大力的买入了，所以你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绿灯了。我们继续更新一下红灯的点位，你要小心在这种强势上涨多头相对惯性的上行当中，要小心红灯的突然出现。最新的周四的红灯预测是 718.99， 股价收盘跌破这个价位，将会产生本次上涨以来很久不见的红灯 K 线，那时候就要小心了。最后我们看到谷歌的走势，在前面大缺口下跌之后，我们提过这里是一根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为低点变盘，但低点变盘的低点再次被跌破，所以股价呢继续延续下跌。这里是个运线，运线低点也被跌破，那么我们看到短期也是下跌。当前的运线最低的下沿还未被跌破，所以你不能够完全去说这个运线后就一定会往下走，当前还属于一个下跌后的震荡区间，只是前方的低点变盘确实被有效跌破了。所以当下我们要看到新的信号，连续流出之后流进的是它的低点被10日线跌破，10日线跌破不是有效跌破，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根最新的关键 K 线。价格下跌的过程当中一般看2个点，一个是下穿，一个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所以目前看到这一天高点能不能被突破，能被突破再看它运线上沿能不能被突破，如果能够持续的往上突破，才有机会我们说去修复前面谷歌的跳空下跌缺口。在这2个动作出现之前，那么所有的止跌所有的上涨都是反弹，都不能够足以认为它会上行。而在这根关键 K 线底下，如果收盘都收不上去的话，那么它就很弱了，就不要随便的去买进所谓的抄底，当前根本没有出现这种信号，想要抄底想要去看涨，至少得要等到这样的一根 K 线突破产生再去考虑。